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到了学习《地藏经》这个时刻。那首先呢，我们要复习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部经的缘起。缘起的概念，我给它总结2个字，就叫孝顺。是释迦牟尼佛为他的母亲讲法。那为母亲讲法，他其实是希望让母亲能够从忉利天再向上升，乃至达到这个超脱出6道轮回。因为真正的大孝之心，真正的孝那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父母亲能获得最终的正果这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孝。它不是一味的是说满足，比如说父亲爱吃啥，妈妈爱吃啥，你买一点这样单纯的生活照顾当然生活照顾也很重要。当然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前世的这2次的母亲都是下到地狱，有1次还是2次下到无间地狱无出头之日了他为他做功德之后搭救母亲出来。所以你看都是因为孝顺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孝顺慈悲的缘起。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父母亲生养了我们了所以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母亲有一世是身为婆罗门女婆罗门大家还知道在古印度4种种姓之中比较高贵的，就是神学家庭因为他母亲是婆罗门，他本身是一种宗教的这样的家庭所以他对于佛菩萨三宝是不信，乃至到诽谤。所以等母亲往生之后呢母亲就堕入到了这个恶道堕入到地狱，堕入到无间地狱所以呢地藏王菩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看似一位普通女子一个是要非常爱母亲，非常想了解母亲去哪里了这真爱才会真关心，说如果不真爱的，你去哪了？反正我的孝心只管你活着这一段，我做了那些，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给你吃好穿好是吧？很多的孝亲的概念是这样。至于说去世了，去世爱去哪去哪，反正去天堂去地狱，反正我没有看见，我不管了，也管不了一般的孝亲都是这样的概念咱们用心学就用在这上头。那地藏王菩萨不同我母亲往生之后又去哪里了？对，他也了解个真实。对，之后呢这个变卖这个家宅兴建佛寺大做这个供养来做这个功德。尤其是在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佛像前呢这个真诚祈请能够给示下这个母亲去了哪里投生了对，那之后呢在禅定中呢去地狱见到了无毒鬼王，鬼王告诉他呢这个供养的这个功德，也告诉他母亲已经升天道了。对，这个供养功德就这么大。对，那之后呢婆罗门女呢为此呢感动了发大愿，要在未来呢，未来就是无限的未来之中要度众生这个好，我们知道了在接下来呢第2次呢就是光目女的故事，也是光目女的母亲往生了，这个光目女用这个美食供养罗汉
这个罗汉看到他的母亲呢，还是堕入到恶道中受苦受罪。他这个母亲堕入到恶道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喜欢吃鱼螃虾蟹，吃海鲜，就是今天而且是生猛海鲜，变着花样吃，并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母亲专门爱吃这个鱼籽儿，享受吃的这个过程，就堕入到地狱了。这个孝顺女儿啊，要救她呀，塑化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是吧？做了很多这个功德供养，把母亲救出来。他这次救出来就有意思不是直接到了一个高境界因为这个堕入到这个罪恶的地狱之后他一下还不能解脱的那么顺利，虽然为他做功德还不够，变卖家产不够，对，还的这个钱不能够抵消那个债务。比如你欠了100万，你还了50万，那当然不能把它抵消掉了之后呢，又转世呢，这个母亲转世为人，还是到他家，成为他家就是佣人生的小孩，但是他的身份是比较卑贱的，并且只活13岁。之后光目女发大愿，我要救度一切恶道的众生，尤其是恶道众生记住等这些众生成佛之后，我才成佛。你看他发出这个愿望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呢，就告诉这个光目女就因为他这个大愿望和他的这个大慈悲心母亲在这个13年后寿命结束之后还要转世为修行人，寿命是100岁这个修行人寿命之后呢，再转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这是地藏王菩萨这个前世孝顺自己的母亲为了搭救落入地狱的母亲为母亲这个变卖他的财富财产供佛供僧修庙建塔做布施做功德感动了佛菩萨对，就让他的母亲得以解救真是非常的孝顺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其实大家还在默默的在标榜着我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我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是吧？这样的话大家才比较喜欢和佩服，对，有人味儿。但是这所有的道很多人并不清楚，因为没人教。这一切的道无非是在一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基础就是孝顺父母。这个孝顺父母呢，就是所谓的百善孝为先百万功德孝顺为先，孝顺是第一几乎这个孝顺成为你之后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根本的基础。那你想，你这个人在外面叱咤风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吧？经常帮人，可是在家里打骂父母，那你想他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应该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我用你的时候，我给你跪下磕头都行，对不对？明天我有发财了，我不用你了之后，立刻能踹死你都可以。对，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下贱的人不守信用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孝顺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用一个真正的感恩的心去孝顺这生我们养我们的这个父母，才是觉得是叫做基本的合理的道德修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复习的第二个
重要的点呢，应该叫做因果。简单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因果关系。当然我们有一些行为是不善不恶，不善不恶通过不同的佛菩萨呀，什么鬼王他们给我们的教化，对，你要做恶会得什么样的果报行善有什么样的这个善报。今天我一定要确定再重复给大家说的无间之罪，无间地狱的人是犯哪些重罪这个大家需要学习一下说实在话，就是今天没有人把你弄到那个地狱去，我觉得如果犯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在人世间，你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受惩罚的呀。那么首要的就是杀害和不孝父母的，天道不容非给你弄到无间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再接下来呢，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恭敬不尊重佛教经典。再接下来呢，就是侵占损坏寺院佛经佛像再接下来呢，就是勾引僧人和奸污尼众他即使出家的话，就不该有所谓与性相关的行为就是你无论是勾引的还是强迫的，这都不行。还有这个杀害伤害，还有打骂出家僧众，这都不行这是大罪还有假装出家人，还有呢这个侵占道场的一切财产为己有的这都是下无间地狱的，好吧？还有呢，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名气为了这个名气和供养，这个欺骗居士们还有这些信佛的人，不遵守佛对比丘，比丘就是正式已经有身份的这个出家众无论是男的女的正式的男的出家众比丘女士出家众叫比丘尼不遵守佛对比丘和比丘尼所制定的种种戒律的，反而造恶的，这都是下地狱。还有供佛供僧的种种的钱财物和生活用品你是侵占他呀，你想方设法给拿走还有直接骗偷盗掠夺的。凡是未经本道场的负责人你悄悄拿回家的这些都属于偷盗吧。这里头当然还包括一个你已经发心供养和捐出来的之后，有一天不开心了，我把它悄悄的拿走因为公开要显得自己没面子嘛，我悄悄的还拿回家去，是一样的。大家记住无论古代还是现在，你是凡是捐献出来的，现在就是法律的名字叫捐献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用的名字可能叫供养布施敬施供佛等等，这些名号就是捐献出来了。捐献出来了，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等有一天你不高兴，我悄悄拿回去了，这个就是出佛身血。尤其是菩提道场是实修的道场，对不对？加持力很强。这里的苹果这里的水我拿走一点对我身体有好处对不对？我只是没告诉你而已那这样行不行呢？不行，这属于偷盗，也不是故意严重的说都属于出佛身血的行为。那么还有比较重报的这个讥笑讽刺挖苦这个去供养人，比如说我供养佛法僧三宝，有人去挖苦讥笑他，诽谤的，这些都是重罪一旦下到这个地狱去之后他的轮回区域都属于地狱，比如从无间地狱到阿鼻地狱再比如说到了蛙眼地狱耕蛇地狱、抽筋地狱、碎骨地狱
太多了，凡是折磨人的都是在地狱之中的对，无出头之日。还有这杀生的人杀生的人呢，来世容易短命。但是我们在细细研究里，还不仅仅短命还有其他问题。它会产生基因，大家都相信基因概念嘛？你看你生的孩子像你要不就像你们家，反正两口子里头像一个，要不像这2个人。有的时候长相像父亲，个性像妈妈，说是你生的，就有你的 DNA 在里头。但是这些恶果容易印到你的 DNA 之中它这个很麻烦的。比如说爸爸35岁去世了，遗传接下来的孩子一般来说都会短命，不会太长寿的。好，这些报应的这些情况呢，我就不一一的再讲，那你也想了解，请你就是抽空再听我讲的前几品这里面都有，我们多听听，就记得就比较清楚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恶行恶报再讲讲这个善行。比如说见到地藏王菩萨形象，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恭敬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乃至是说读诵地藏经。还有呢，接下来是最重的一项，就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里头含有，比如供养给了佛教的道场，有很多就是拿着钱去供养也有很多说我正好比如说修个塔吧，好吧，我出资，钱多的人说好，这个塔的钱我全出了还有塑金身我出钱，或者是我来赞助是出钱，塑一个金身一尊金身10万块钱，好吧，我出8000，可以这都是很好的做功德供养宝物甚至还有香花美食，这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塑造或者是绘制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像，还有呢依照经文诵念和修行的方法去修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大约28种和以上的利益我再给大家读一读那第一呢，就是得到天龙八部的护佑，对，它是天界的非天人类的这样的与神与仙与妖有相关的这样的众生，那他们的能力本事神通是广大的第二，善根善果日日增长。第三呢，这个累积种种善根和修菩萨道的因缘。第四，永不退转觉悟之道。因为很多人学着学佛当那个兴趣一旦过去之后，就放下不管了，还有你的那种高境界慈悲的心也会退转对，那你经常这样做的话，就不会退转好，第五呢，丰衣足食这个人人都需要的。丰衣足食这4个字不容易其实就是富贵的意思多少人一生穷困潦倒，人为了挣钱呢，什么招都使，什么坏事都干，是吧？其实就是为了能富裕一点的。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就能获得这样的福报丰衣足食第六，不得种种的疾病。第七，不会遇到水灾火灾。第八，不会遇到小偷强盗。第九，人人见了都是钦佩和尊敬。第10，能得到各种神鬼的保护和帮助。第11，女人在下一世可以转生为男人。第12，如果希望继续做女人的话呢，在下一世呢，就可能成为这个国王或者是重要官员的女儿。第13，相貌端庄美好。很多人为了这个让自己漂亮一点
就是挺吃力的啊。一个是减肥，一个美容。其实很多女士在这个美容上花不少钱，就抹在脸上的比吃的饭那个价钱还多。其实第14呢，在未来多转生到天道。第15呢，就是有可能转生为国王。第16呢，能得宿命通，知道这个过去的事情。第17呢，有求必应，就是你所求的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结果。第18，家庭和睦快乐。第19，所有的横事恶事都消除了，这个很重要哈。第20，过去的种种恶业除尽了。恶业呀，过去种种的恶业除尽了呀，你做这些前面讲的这些功德的事情啊，因为你没有了恶业才不下地狱呀，将来才是好啊。第21，去到哪里都非常顺利，当然呢，你是个吉祥的人啊。22，这个没有噩梦，睡得安稳。23，往生的祖先呢，都能够脱离三恶道。你看，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是吧？你自己得了吉祥之后，你的所有的祖宗都能解脱啊，这个太厉害了。24，带着福报多次转生啊，享受安乐。因为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呢，有功德呀，你再一次一次的转生呢，都不会成为那个不好的那种状态啊。25，得到圣人的赞扬赞叹。26，智慧通达，耳聪目明。27，具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受苦的众生。28，最终必定成佛。这个太重要了，这是最终极的解脱，没有超过它的了。那再讲到一些细节上来说呢，人这一生当中有2个特别重要的关键点。要生孩子的产妇能得到这个土地神的护佑这个家人就应当不要杀生要积德行善这样做呢，会让这个母子平安那这是具体的一些用法还要答谢这个土地神因为这个生孩子，对于生孩子的女士补身体，生孩子就虚弱了嘛，那通常都是补身体，是不是甚至还是为了奶水，为了让孩子有足够的奶水来吃所以就杀生。说在很多地方说杀只老母鸡也有人说，哎呀，我婆婆对我好，一天一只老母鸡当然这个显然婆婆对你好，但是这属于杀生还有呢，孩子满月或者百日杀鸡宰羊的让大家来吃来庆祝这些因为生孩子这个杀生都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会让这个母子受到牵连，因为这是一个有罪的行为，杀生嘛，这样对孩子将来的健康命运可能都会受影响，对这个妈妈的身体和未来也不好我们还有可执行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孩子接下来出生下来了这个7天内为孩子这个诵念地藏经，或者这个念地藏王菩萨圣号10000遍念地藏王菩萨心咒也一样这个孩子过去世的罪报可以得到解脱，平安成长，容易抚养，并且健康快乐，还延长寿命。这个是对于刚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和孩子要做的事情。在接下来呢，我会再讲一点，就是人这生命的两头时期你从出生这一生很快过完了要到这个临终的时候，临终人的这个亲人要为他多做功德以便呢将来第一不下地狱，第二个投生到好的地方或者是富贵的人家。所以呢
这个要供灯啊，要读经啊，为这个临终的人做功德，还要供养布施这个人的心爱的财物啊。那么重要的财物，房子啊、田产啦，是吧？这现在也叫做不动产，是吧？哎，对，那就是一种从财务上相对比较大的供养，才能够去相对对抗和抵消，这个往生者的罪业啊。其实目的就是不要下到比较严重的地狱，比如说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等等啊。还要让这个多念佛，让临终的人自己念啊，或者亲人帮着念，还要让临终者听到。还有人要当面临临终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去杀生啊，再求一些歪门邪道啊，那样会加重这个临终人的罪业的。还有，这都是要害点哈。如果已经去世了啊，往生了，这个头49天是非常的关键，这个一定要为往生者做功德。刚才都讲到了，像供养啊、念经啊、斋僧啊、修庙啊、塑像啊等等的都是哈。因为49天以后49天以内就是阎王爷在算你的账，就是在审你这一生的功德罪恶，在审判啊。49天以后判决就下来了，所以49天以内这个功德进来了之后呢，把这个恶业给抵消了之后呢，那阎王爷在判的时候就至少不会判你到无间地狱去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要在49天以内做功德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还有人就是问的，如果家里人什么都不信，是吧？不信佛、不信道的，就是他就怕他去世之后呢，往生之后，没人给他做任何的功德。其实有些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环境，对不对？对，那真的有点担心。那上次我们也讲过哈，你要提前铺路，为自己来做，从供养布施、点灯诵经、塑佛像修道场，这些你自己去做这些功德，先把这个路铺好了。到时候像之前咱们讲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个你能看到佛菩萨来接你了，你就不用怕了。对，你那个走的时候那个非常吉祥，没有痛苦挣扎的那种痛苦感，是吧？一般人去世的时候都看到恶鬼来抓他，所以非常挣扎，也非常恐怖。所以要为自己提前铺下这个解脱的路要有这样的资粮对。好，这个是给往生者的一个方便的提醒还给这个诸事不顺的人的这个各种的利益有很多人说我做啥都不顺，是吧？干啥都倒霉对，确实有这种人呢。比如说多病多灾妻离子散这个横祸不断所以你要见到地藏王菩萨像，听到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名号能够恭敬的诵念就是尤其是像经文你要诵念，这个佛号也要诵念那么你那些问题你那些横事问题就会慢慢解除了，就生活就开始好起来了，就慢慢可能就富裕了安乐了幸福了这佛菩萨还这个教化富贵的人，王公贵族所以你要布施，你本来就是有权利，非常的富有那你要去布施给那些穷人，并且还告诉你这个布施的这个心态对吧？你要这个温言善语的
别吓到人家不要那种官员高高在上去指挥命令的口吻非常善良温和的口吻，叫软言慰喻对，那这样的布施的功德呢，就是无量的那将来你往生的那个方向一定是往上走的。经文里头还在提醒教化我们呢，回向的功德。我们在佛法的这个供养布施修缮寺院印制经典做种种的善事若能回向给这个家人眷属的话呢，则呢三生享乐。但是如果要回向给法界的话，那这个功德能在百千生中享受安乐，那非常非常长久了。毕竟回向法界之后，会获得福德无量，功德无量最终还能够促使你成佛所以回向法界的结果呢，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巨大这个大家学到了我就这样简单的并且笼统的呢，将这部经当中的一些要害点呢，给大家这样提醒一下很多网友在学习过程中关照自己，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了很多错，甚至是很大的罪。请问师父，用什么方法能够化解这些罪业呢？就是现在我想起来，就是我经历的一个故事我们在某个国家要建道场的时候，那大家都在发心对，那因为这个集资这个善款这修道场买道场也不容易的。对，那有一家呢，他这个父母让他的孩子到菩提到我们跟前来做一些功德。那其中就有外国的有这个善心人士呢，就是想要发心赞助建道场，就是有一笔钱，大概有10万美金吧，就是因为很多这个事情的复杂性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说需要有人提供一个账户把这个钱汇过来。那个机构呢，他当时不能接受外国的这个汇款也很多不方便，就请了中间这个人帮个忙接受一下，先是对，那他的父母呢在我们这受益他妈当时走路都不方便，我替他加持过，他能走路，之后又好好练功，就很健康了。他那个孩子呢，就是没考上大学，完了也一塌糊涂，就有点也不行正路，在父母的逼迫下，让孩子跟我来学，在我跟前帮忙，这青年人。那当时这个汇款呢，就让青年人的银行账号汇这个款。汇款说他有一天通知我，师父，那个钱我收到了，现在咱们怎么用？我说先等一下，我们那边那个机构注册好之后，咱们就汇进去。那1个月之后，这个人失踪了，就躲起来了。我打他电话就关机了。我问他父母说这孩子去哪里了？我们还想问师父呢。我说在我这他就走了，也没打个招呼父母说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其实我找了2次，父母说话越来越严厉，知道吗？你别再找我们了我敢打保票，孩子不是这种人，也别让我去找，别让他问了。孩子从跟着你，他失踪了走了，他也没回家来，那你别再问我们。那其实当时我是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告诉他父母，就是佛门1粒米，大过须弥山。只要你有命，你就拿去花吧。
2年半以后，这个孩子在外地，警察通知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没有人见证他是怎么死的。那当然，首先我声明我没有做任何诅咒，是不是？去修理他，我是下不去手呀，这也不能那么做呀。如果他是欺骗诈骗，佛菩萨护法神在看着，也自有解决的人。天龙八部当中有很多他并不是那么善良的家伙，他也看不惯了，说你饿，你还不知道我们比你还饿100倍啊，就把他给弄死了。早点学佛，早点学法，早点懂得这些道理，还要早点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平安无事啊。你犯这些错，到底用哪种方法呢？经典里的佛都告诉大家了。那第一个是忏悔，那么第二个呢，你要用实际行动，是吧？做功德，做供养。你看，我去塑菩萨金身啊，塑佛像，请人画，我还在供养佛法僧三宝，哎，我还要诵念，供堂卡，供灯，供食物，供花果，供衣服，供宝贝，供钱财，是吧？你做了大错的，你要多发心，就是简单说白了，多拿点钱出来，对不对？你比如说你骗人过去骗来了，所获得了100万块钱，你这个钱不能留，你要做供养，全部供出来，都要拿出来。你别忘了，还有利息呢，还没给你算呢。做善和恶都是1比1万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总共骗到手100万块钱，但是有没有人被骗跳楼自杀了？有没有被骗之后全家人都精神病了？我就见过那个被骗了之后都傻了。我说那个他就是在台湾啊，一个50多岁的女士，是吧？说本来说我换个大房子呢，我们好几口人挤一个很小的空间啊，在台北他换个稍微大一点的、宽松一点的空间，攒着这个钱，结果自己定力不足，叫骗子打诈骗电话，他以为是政府单位的，把信息都透露之后，就要把他钱给骗走了，是吧？他痴呆了，傻了，就像疯子一样了。就是你看这个伤害多大呀，形同于杀人罪。所以那你要做这些功德，你不是光想想说我忏悔不干就好了，洗手不干是不再犯错，但是之前所犯的错形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你就是把弄来的钱全捐出来，还不可以抵罪的。我觉得你要再就劳心劳力再来做功德，钱捐完了去干活做功德，是这样。那像我们有禅堂的地方，禅堂也会给你提供一个在禅堂里来服务、来忏悔、做功德的一个机会，是吧？你在干活的时候，你别再娇气啊，一会儿忘了自己是个犯罪分子了，一会儿还发牢骚，是吧？怎么午餐不够好吃等等的废话。对，你要去做这些功德的事情，是吧？去做，不能靠想想就算了，所以你要去做才能弥补。在我很多年前，在我小时候了啊，在我师父那个时代啊，对，我师父就曾经接待过一位老大爷，老大爷那个时候70岁，就是肝病啊，那时候肝硬化吧，就是那医生也说反正治不了了，你这个差不多等于癌症啊，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反正你就尽量的享乐吧，享乐什么呀？医生一宣布这个事，谁还能享乐得了人生啊？这当地人幸亏还有点信佛基础，就有托人找到我的师父那来的时候先是坐那个马车呀，坐着马车进屋的时候是2个人扶着进来呀，那个脸色当时我记得那个很难看那种黄色，就是说话就哼哼唧唧的。他老伴就说他过去说话声音可大了。现在到了我们那里见到师父说话的声音特别小，不是故意，是说不出声音来了那怎么办呢？他老伴说了一句
他既然都这个病，人也都70多岁了哈，我们就求将来往生的话，但愿在我们那个当地哈会流传，如果你得的是精神疯掉了，还有肝部有病哈，这些都是杀生造成的。大家都会过去当中流传这种说法，说别让他下到那个罪恶地狱哈，天天受惩罚那种。意思那请我的师父能不能加持他哈，能不能给他解脱了他这个罪过？师父说可以啊，你来帮我干活。我当时我还小着，他都让2个人扶着，还来干活，70多岁了，咋干得动啊？肝硬化，腰都弯不下，这怎么干得动啊？说因为当地牲口多嘛，道场旁边拾那些牲口粪，拾牲口粪去倒在专门有个粪坑，盛这些动物粪，他们弄一弄就会给农民拉走肥料，帮着劈柴，拉煤球，那时候有人送给师傅一些煤做煤的那个细煤粉哈，他也把它要人去和泥巴似的，把它弄成球或者是煤砖那样子之后砖晾干之后再打成小颗粒，师傅这边好烧炉子我说正好前头干活那个人哈，现在到外地去了你干不干？人说我怕干不了，说你不干算了，说我干当地人他是有信佛基础，我干说你不能让2人扶着干呢。这个时候这老爷子来悟性了，一个是我侄子，一个是我儿子，我能不能我们不是扶着，我们3人一块干行不行啊？他老伴说我也来行不行？我帮师傅做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吃揪面片，啪啪揪面片，就当地这种当地女士都会做的那痛快坏了，天天吃揪面片吃，可好吃了。对，这一家4口人来服务到第3年有一天到过生日的时候，儿子给爸爸行个礼磕个头，那个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叫师傅看到了，说你过生日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告诉我一声，我还给你买点酒喝。我师傅爱开这个玩笑，就是当然都不敢，赶快来感谢师傅。他说师傅，我什么时候干活干够了，怎么还不死师傅这时候把脸一拉，你在这的活还没干够还得继续给我干个10年8载，知道吗？还收到。你想现在这多少年了呢？在2008年左右，这老爷子才去世，一直就是干这些粗活。别人让他在屋里坐会儿不行，师傅说了，让我就干这些体力活的脑袋，我就不干别的，我就去干好，一句怨言都没有，而且平常都不会大声说话，也是从那之后轻声说话。这老2口一直跟着干活，老太太活的90几97他还带着他那个侄子经常来干，不是天天干，他还得顾家经常来干活。他那个侄子现在一说就多了他那个侄子生了几个孩子，生了3个小子，都是上的好学校。他说我都顾不上管他们，这几个小毛孩怎么考得这么好全是托这个他，因为在这个藏传佛教之中，他不是佛保佑说我的师父在保佑，师父在保佑他们，师父在管教他们，所以那家那个侄子根本不管孩子也没空管，那孩子都一个比一个好，都特别乖懂事。大家前几天呢非常真诚的诵念，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不同的益处，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佛光普照。那最重要的是大家诵念的时候要用最真诚恭敬的心，双手合十来跟着我一起诵念内心
要充满着清净恭敬之心。我们继续诵念地藏王菩萨心咒。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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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为什么耶稣哈？
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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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好？哦，哈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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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好？哦。
为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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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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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好？
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
为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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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
愿以此诵念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佛菩萨，回向地藏王菩萨，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大家健康长寿，消除一切恶业，令往生亲人脱离恶道，安住人间天上。愿一切烦恼消除，愿天下众生都有饭吃，都有工作，都能幸福快乐。愿世界和平，愿一切有缘往生的亲人能得到阿弥陀佛，得到大慈大悲药师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愿众生所愿皆成。感恩佛菩萨，真是很难得哈，有这么多人一起真诚发心诵念啊！那你想让多少众生脱离恶道，脱离地狱之苦，尤其是脱离无间地狱之苦，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首先是利益的我们往生的亲人，利益的我们往生的多世的父母啊，都能够脱离恶道，脱离地狱，将来在这个天上乃至极乐世界，这个享受清净自在。所有在世的人给我们上了深深的一课，让多少人都能够回心转意，擦亮眼睛啊，重新了解自己，看清自己，还让更多的人更有直接的受益，从不如意不吉祥到能够心想事成，如意吉祥。地藏王菩萨在久远劫以来，不断发愿要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尤其是地狱众生，并且一直在行愿。请问师父，发愿和行愿有多大的功德利益？我们应该如何向地藏王菩萨学习？在这个佛法修行之中呢，其实愿望是特别重要啊。其实你看我们正常做人的时候哈，这有很多调皮捣蛋、不务正业的孩子哈。其实我发现一个现象呢，其实他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人生追求。要没人生追求，就让他读书的时候，他想到我读干嘛？读给谁呀？让他做一件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凭什么去做呀？你怎么不让别人去做呀？再加上青春期的逆反，就什么正事都不想做，这不该做的他都想做，尤其是那些邪事恶事就特别吸引青年人，对吧？因为世界上还有魔网，魔网的道他还没讲呢。魔网会用着很多诱惑人，尤其诱惑青年人、青春期的青年人当中去做很多
根本就不该做的，尤其是就是伤害性的事情，还有把这个人生废掉的那些事情。对，这些魔王本身它也是很有魔力，这个魔力就是吸引力。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你说喝酒本身，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酒，对不对？喝的最多是辣的吧，白酒。但是不管男女，你喝上几次之后，你觉得就像吃辣椒一样，还吃惯了，还光想吃点辣椒。这个酒呢，喝惯了之后，抽空之后要的就是个辣味儿，所以越难以接受的口味，当我们去刻意适应了它之后，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平时的饮食的味道嘛，就是要找那个刺激的味道，就会想起酒来，就是这样，它会吸引你。那这些东西都是魔王安排的。当一个青年人，甚至很多都是已经很成年人，远远超过25岁以后的了，也都会痴迷一些东西。我发现我们这北美地区有像温哥华华人多一点哈，有几大赌场，有3个政府批准的赌场。那赌场里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其中也有部分是华人，就特别热衷于去赌博，因为这些东西特别吸引人的。就是魔王呢，总希望他这个六道之中的众生哈，越多越好，他统治的人越多越好，你永远都解脱不了。所以魔王喜欢控制你，他用各种的方法来诱惑、欺骗，是吧？让产生一种吸引力来诱惑着你啊。那我们怎样才能脱离那样的吸引力呢？那你首先做人呢要有一个追求。我现在都是普通做人哈，比如我想做医生，你看妈妈病那么重，谁都治不了，哎，我希望将来我学出医来，为妈妈和天下的母亲治同样的病，这多好的愿望！你如果有个学医的愿望，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这有可能努力几年就考上医学院了，将来就做个好医生，治病救人。所以当你有了一个愿望之后，你的执行力就强了，你不糊涂了，你就开始查找要能用有哪些科目必须成绩好才能考上医学院。还有说我要成为武林高手，那一查查去少林寺或者去武术学校，或者找一个武术大师去学功夫，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是吧？首先身体齐全，四肢齐全，大脑不是很笨啊。那你看看那练武的，所有的从武功到舞蹈与武相关的都是以勤为本啊，是不是啊？要不怕苦，以苦为乐。你看，你才可能成为舞蹈家，成为武术家、武术大师。哎，你就开始往那方面努力了。你开始就闻鸡起舞，早晨早起床，多运动，让身体素质先练起来，对不对？你开始往这上头去追求了，就有了动力。学佛的，你真要建一个想法，就是说，哎，这个佛婆他说的挺有道理啊。你开始相信，从相信到信任到信仰。什么是信仰呢？是你整个人生和你整个精神上的依靠。当我苦的时候，我的信仰在支撑我；当我工作动力的时候，哎，我的信仰在支撑我；当我面对生死的时候，我的信仰，我的神佛在护着我；当我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的神佛帮我指路。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力量了，但是还不够，那仅仅叫普通的信。比如佛说了，第一个你要供养，第二个你要念佛，念佛就是修法了啊，供养呢是辅助修法。你要不要遵从呢？你要相信就是遵从，对不对？遵从本身就是行动。比如说，好了，我心里非常的信仰，但是我就不动，我就不念，我就不供养啊。佛让你做的这些工作都不做，那能叫信仰吗？肯定不是信仰，对不对？所以真信的就真做，叫信愿行。所以因为我信任啊，再到信仰，实际上佛一再的告诉我们，你要有个愿望。
比如说你的愿望很低，其实人人都会生出个愿望来。我们最低下的愿望是说，佛呀，保佑我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孩子们的愿望，对不对？妈妈的愿望呢，让我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还有让我孩子找一个好媳妇，让我女儿嫁个好老公，一生幸福平安。你看，就每个人都有愿望，他有着长期的愿望和短期的愿望。哪怕我们作为家庭妇女，都是希望家庭祥和、吉祥顺利的，就是这些愿望，这都是愿。那你想实现这个愿望，佛就说了，每天念地藏王菩萨圣号1000遍，念不念呢？很多母亲就会照着做，这就叫行动。还有说，那你要做供养，说我没钱，那你能出力吗？说可以，那我出力。那菩提道场在哪里？你真要实现你的愿望，你肯定干活都是不偷懒。你不要说了，还这个，现在让我一个人干活旁边那几个师姐站着他们那支支霍霍的就不理我，是不是？也没有人慰问我，也没人多帮我买个饮料，我连个精神慰藉都没有。你真有你心中的那样的一个愿望与追求的时候，你就不在乎别人是否赞美你，不在乎别人是否对你怎样，因为你心中的那个愿望非常的确定，并且非常紧迫。信的本身建立在你是否需要。你的愿望如果是紧迫的，你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最亲爱的老公得了重病，在那个加护病房，如果不赶快请好医生花钱的话，也许在病死在里头就出不来了，你成寡妇了。如果你真爱你老公，你家里有几十万存款，那一天要800美金，你出不出这个钱？出吧。所以你真爱他，你真会出这个钱。而是出了这个钱还不够，你还得每天念佛号1000遍，念不念？念。辞职工作我都可以不要，我要念，我要救我老公。这立刻的这种紧急的愿望，是吧？还再说现在这个说这个地狱学说，老公现在病歪歪的，有个师父就说了，觉得这个人业力很重啊，如果不做功德必下地狱，是吧？过去偷盗过道场里的财物，必下无间地狱。今天拔舌头，明天挖眼珠子，后天锯骨头，那就是让你永远享受这无终无止的无间道啊！怕不怕呢？你作为对他爱的那个人，怕呀！所以你真孝敬父母的儿女，听到这个讯息怕不怕？怕。每天念菩萨圣号2000遍，念不念？念。你家里多少存款？100万。那捐出80万来做功德，捐不捐？捐。对呀，你就捐了吧。这因为你现在有所求，你知道这是个紧迫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行愿的本身不是在救佛，是救你自己呀，救你最亲爱的人啊。那你比如说你孩子读书不太好，你一看他是肯定考大学没指望了，孩子成绩不好，如果有人介绍有特别棒的老师帮他补习，1小时800美金，作为家长要不要请这样的好的补习老师？都会，我相信尽自己所能，对不对？当今天这个时代，当你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亲将来发愁是后半生的事情，受苦是孩子一生的事情。所以今天你就是倾家荡产都要掏钱让孩子考上大学，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该干义工去干义工，就是这样子呀。
所以我们行愿要不要行，就是你的紧迫感。所以在佛教当中这尤其是讲地藏王菩萨2次母亲被救，他那时候还没有当菩萨的时候，是吧？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还发愿望，我要度3恶道的受苦众生。第2次光目女的时候，我要发愿望愿望不是随便发的我要救一切众生那个愿发出来就是非常的深沉的，就是他宁可粉身碎骨，他的愿望就在那里，不会改变。我没那么厉害，但是我发了个愿望之后，到今天也是从发愿的时候加起来有35年了，没有改过不是很容易，所以才不改，是非常不容易。我是越斗越勇，说越艰难我越不改，我就这么犟。这好赖都活一辈子，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心愿来活一辈子呢？就是不改。所以你的真正用心发的愿望，一生一世甚至几生几世不会改的，你这样才会产生那样的坚持，那样的力量，那样的绝不后悔，那样的每天精力充沛冲劲十足不会说我病歪歪不行了，完了我去享受人生去，就没想过这事儿。每天都要早起床勤修炼，还要给大家讲法，还给大家解决问题，还要经营好道场，还要去救苦救难每天都做着这样的事情，每天都能量充满。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呢，就是别听我这么讲你立刻发个愿望，你的愿望要非常的经得起你自己的思考，永远都不能变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产生力量所以透露一点愿望的秘密人有多大的愿望，就会有多大的力量和智慧。所有的成佛的佛，成菩萨的菩萨，包括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他们的成就是因为愿望而成就的我们所有帮助过、教化过的小年轻朋友，今天知道努力读书、好好做人，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我创造，所以要有一个愿望，要有个人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就变得懂事了不需要打他骂他，他就自动知道怎么安排自己了，都是因为有个愿望的动力。看似让家长非常头痛的坏孩子、无赖的孩子混蛋的孩子都变成好孩子，就是因为愿望我能坚持现在也是愿望地藏王菩萨还在坚持的还是他的愿望，并且像佛所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一生干了多少事了，几千万年了，这个他就不烦吗？不烦因为他每天出去在说里头还那么多人，烦什么？赶快干活，赶快去救人赶快想方设法救人，就是这样。所以当有那么大的愿望，神都会护着你，佛菩萨会加持你对，众生也会喜欢你，因为有那个愿望，你就有了无限的力量。有一些需求的人，是吧？他有一个问题要过关，比如说我要考学，是吧？我让我的疾病早康复或者他有一些什么贷款早日偿还，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烦恼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乐意去给他人，乐意去念佛、念菩萨名号，帮对方消灾积德还有呢，说已经就是往生了，或者是确定临终临终关怀的往生这一段，我们为他念佛，祈请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来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害怕担心掉入恶道的，我们念佛祈福希望他不要堕入到恶道，希望我们这个念佛做功德的这份功德能量，对，能够帮助到他，让他消灾灭难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我建议，一个是过去的菩提弟子，今天你也同意我所讲的这个内容所有的朋友呢，我们来加入进来就是为大家做这种无论是祈福的消灾的延寿的，解决烦恼问题的对吧？乃至甚至是说面对往生助念超度的，我是建议大家要去非常乐意积极的去帮他们助念。你现在像地藏王菩萨的圣像你能够给人结缘的话，我觉得这都是救了对方了，在协助他引导他去听我所讲解的地藏经，这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功德呀。我就提示我们的网友呢，就是热心的网友，就是从今之后呢，我们变成一个慈悲的人如果你真想变成那样的时候，你现在就核实我是一个慈悲的人，我乐意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的愿望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这就可以了。所以呢，当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没有那个智慧，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你帮人的时候就有了智慧。那我告诉你呢，如果现在刚才你的许愿是真的话，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就开始护着你，就是这样子神就开始护着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反而是越帮人，才是让自己获得智慧和解脱的最快速的途径帮人是在帮自己你不要说我帮了那么多人，我有那么大的功德，不要去讲功德，是在帮助我们的自己因为你到离开人世，你去哪个道自己知道吗？其实自己不清楚所以从今之后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用个真正的慈悲的心去帮人。好，那大家和我一起合十。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愿我所理解的和讲解的地藏经如果有功德的话，回向给法界，利益一切人天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会获得解脱。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快乐，全家幸福，成就你所有美好的愿望。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
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
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了。